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各个职业的宝石镶嵌。首先，我想告诉大家，这个宝石在最初设计的时候，其实就已经被策划做了一次平民和氪佬的归类了。仗剑传说，所有的宝石都可以镶嵌在3个装备上面，除了黑宝石和白宝石只能镶嵌2个装备，并且掉率低于其他宝石。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进行更细的选择。接下来我会以斗士、骑士、术士和贤者这个顺序进行讲解，同时也会告诉大家该如何管理自己的宝石。当然，我也很欢迎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改动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先说平民斗士好了，这里我推荐大家选择紫宝石3加蓝宝石1加黄宝石1的组合。注意，大家一定要在同一个装备赛下的所有槽中都装备同一种宝石，切记不要混搭。我知道很多人会推荐红宝石，但是我认为这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。就拿我自己举例好了，我在黄泉的时候，一个9级紫色宝石增加的速度为1%，而红宝石增加的攻击也是1%。也就意味着宝石只能在赛季初才能体现出比较明显的数值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推荐紫宝石，因为我看中的不是速度，而是会心率。同时，如果你们毕竟细心，你们还会发现大部分情况红宝石的价格都会比紫宝石贵10%。所以作为普通玩家，我会推荐紫宝石。衣服建议蓝宝石20，不是白宝石的原因也很简单。白宝石拥有高贵的伤害抵抗，但同时价格更高，且国度地图的爆率偏低。由于帽子唯一提供的输出类宝石是黄宝石，所以我们没得选，就不多讲了。当然，由于斗士的回复能力也是很强的，要用橙宝石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我的确不太推荐。那么在这里肯定有人会有疑问，明知道黑宝石和白宝石更好，那为什么不选择它们？在这里我可以拿王者荣耀的铭文打一个比方。王者的铭文和仗剑的宝石其实逻辑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多个低属性堆起来的一个机制。毕竟大部分玩家不会选择30个槽中用28个不同的铭文吧。你当然可以每个宝石都镶嵌在一个装备上，但很明显6级白宝石就0.6%减伤。在你副手和衣服放上4个6级白宝石之前，这个减伤是没有意义的。毕竟因为0.6%的伤害，让你多活1回合的概率太低了。但是你有4个的话，就2.4%，明显好很多，但是依然不够看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说白宝石是氪佬用的了，因为4个10级白宝石加起来就是大概4%减伤。实际战斗中搭配格挡和固定减伤等技能，就会有比较明显的收益。黑宝石同理，不仅爆率低，价格高，黑市还不卖。我自己都有一个9级宝石了，黑宝石还是4级，不是我不想要，而是确实买不到。对于那些自己攒的玩家来说，的确有点过于勉强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会推荐6个紫宝石，因为6个4阶紫宝石增加的会心就有4.8%了，其实还是够看的。如果大家理解我刚刚说的，那我们就继续吧。如果你是斗士中的氪佬，那我建议黑宝石2加黄宝石1加白宝石1加红宝石1的组合，或者黑宝石1加黄宝石1加白宝石1加红宝石2的组合。这取决于你的区域有多少人愿意卖黑宝石。S2 可以进行词条洗练和继承，所以不用担心紫宝石的会心率问题。洗词条后很容易以40%加的会心率，毕竟不会洗练的大佬不是会玩的真大佬。想要大量增加会心率，我会强烈推荐从装备中获取。骑士的话会有点不一样，我推荐平民骑士，是用红宝石 or 紫宝石 加蓝宝石那3的组合。至于是红宝石还是紫宝石，取决于你的流派。如果是格挡流的话，红宝石提供的攻击显然不如紫宝石的会心率了。除此之外，都推荐红宝石，因为就算是平民，最终也是要获得晨曦天使的15会心。由于骑士本身就不是以会心为主的职业，
所以不太建议通过宝石获取会心率，效益比较低，而且平民也不需要追求满爆。蓝宝石就不说了，很明显是骑士用的。骑士氪老的话就是白宝石2加蓝宝石 V 加紫宝石x2的组合。虽然宝石的会心率的确不高，但是对于任何时候基础属性都处于顶峰的他们来说，会心率是更好的选择。毕竟骑士的职业天赋本身没有会心率，平民术士比较特别。我会建议这样：主武器用红宝石，副武器用紫宝石，帽子用黄宝石，衣服用绿宝石，鞋子则是在红、紫、黄中选择一个你剩最多的一种。你们可能会很好奇为什么这么麻烦，原因很简单，术士这个职业没有会心，这就意味着对于普通术士来说，每一点会心率都是必要的。而我这里不推荐紫宝石x3的选择，是因为普通玩家没办法在不花大价钱的情况下获得大量同类宝石。虽然你可以卖不需要的宝石，然后求够，但同时大佬也在求够，所以实际上我是不推荐普通玩家和大佬抢同一种资源的。都是可以选择3颗4级或者5级的紫宝石 ，S 套就是6颗紫宝石，是因为都是职业本身附带会心，并且还有战役。但是让一个普通术士去弄6个 S 赛季5级紫宝石，显然有点勉强了，除非去交易行买。术士很暴力，并且还能提前1回合冷却的秘法，所以术士我更推荐黄宝石加速度。毕竟你不会因为比别人少了100点攻击输掉，但你的确会因为少了100点速度含泪失败。术士氪老的玩法和蝌蚪士差不多，就是黑宝石2、白宝石1、黄宝石2的组合。没人买就花高价求购，没什么是买不到的。我不是大氪，所以我选择的是紫宝石。如果你属于很厉害的术士，但又不想投入那么多，可以像我一样选择紫宝石3，有速度有会心，挺好的。贤者的话会比较简单，思路和上面是一样的。平民就是紫宝石1加绿宝石2加橙宝石2，以生命和速度为主的搭配。选择紫宝石是因为武器中只有紫宝石是增加速度的，并不是因为有会心率。虽然橙宝石很便宜，但要一次凑3组橙宝石的确有点难。可以选择绿橙2加2的搭配，刻度大一点也可以3橙。氪老玩贤者的话会有一点不一样，因为他们要同时兼顾奶妈或者输出的角色，这个时候就需要随机应变了，完全取决于你的玩法是按摩还是治疗。输出的话就可以用术士那套，治疗的话可以用橙宝石3的组合或者混搭。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玩法。有些人喜欢花点诚心弄6颗5阶的紫宝石，也有些人会选择全4阶的紫宝石。有些人认为宝石加的主要是战力，而不是实际属性，意思是装备上来以后，宝石给的基础就看不上了，他们就会优先选择最便宜的3套。其实都是完全没问题的，毕竟着重的点、目标都是不同的。所以在这里我想说，宝石的搭配其实也是多种多样的，玩家是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进行改动的。对了， SV 赛季的玩家建议平均升级装备，进了 S2 之后，优先选择对自己重要的装备拉到130级，不仅是扩大自己职业特性的同时，还能快速开额外的镶嵌槽。无论是平民还是氪老，我都不推荐平均升。公民家的属性和战力是多少，自己看一眼就知道了，跟宝石没得比。就拿术士来说吧，你给衣服升级10次，的提升是远不如给武器多升10级的。更何况130级在 S2 只是个开始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给我一个大的赞，这就是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。当然，如果你们觉得我的理解是到位的，还有什么想让我帮你们做的攻略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